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爱沙尼亚的数字游民签证。首先呢，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呢，大家有点陌生。爱沙尼亚的国家以前是苏联的加盟国，后面它独立出来之后呢，它一直在发展这个互联网的科技水平，它的 IT 化程度非常高啊。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没有听说过爱沙尼亚，但是听说过这个 Skype、Hotmail 这些软件啊。它现在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叫 TransferWise 啊，现在改名叫 Wise 了。那么这些企业的话，我们还是知道的。所以说这个小国的话，它的 IT 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这个数字游民签证啊，它本身的话，这里是他们的官网啊，这官网。然后呢，它这个有这个E 的这个电子身份证啊和这个数字游民签证，我可以把这个翻译一下网页。首先呢，这个翻译它不是很准确啊，它是电子居留的一个身份证啊，这个身份证说实话没有任何用处啊，只是证明你这个人是张三或者李四，它并不代表着你有权利去爱沙尼亚，或者说你有权利在爱沙尼亚工作或居留权啊，那没有的啊。但数字游牧签证的话啊，它这个签证的话是可以就是在爱沙尼亚，就是远程工作啊，包括在长期居留啊。如果说这是个很好跳板的话，你可以获得当地的这个永久居留。爱沙尼亚的国家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的啊，包括各方面的经济指数啊，一些程度啊，都还可以啊。那么它这边翻译的话，电子派驻，其实是电子身份证的意思啊。它其实电子身份证就是这张东西啊，没有什么用处的啊，就是说，只是你办事情的时候，就跟我们现在身份证一刷啊，它里面有芯片嘛，就是这样子，其实没什么用的。只是呢，让全世界人都可以办这个啊。有些人的话拿来这个看看收藏啊，很多啊。那么最主要这个签证啊，数字游民签证的话，它是可以在你爱沙尼亚，你可以去临时居留最长1年的权利啊，这个是可以去的。那么我还查了一下啊，爱沙尼亚而且是申根区国家，所以说呢，你拿这个签证的话，你也可以在其他申根区国家去逗留也可以啊，去游玩也可以，那是没问题的。这边的话都是一些介绍啊，主要是什么关于一些介绍。那么流程的话，最长需要30天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等待。在最近的爱沙尼亚大使馆领取签证啊，就是说你可以在本国可以领取签证啊。这边的话，我想申请电子居留权，这个是翻译不准确的啊，是电子身份证啊，这个没什么用的啊，只是说验证身份用的。我刚刚说过了啊，没有任何用处啊，只是验证你这个人是张三还是李四。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说这个数字游民签证啊，我想申请数字游牧签证。那么要求是这些啊，第一个能够独立于位置和远程工作啊，主要是远程工作，与注册公司签订的有效雇佣合同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公司的职员啊，你可以在外面工作啊，远程工作，比如说 IBM 公司啊，早就开始这种远程工作形式了啊，很多 IT 公司的话都允许这个远程工作。通过自己的公司在国外注册开展业务啊，或作为自由职业者为客户大多在爱沙尼亚以外的工作，主要就是说呢，你这个赚钱啊，你谁给你发工资，就是发工资的人啊，必须在爱沙尼亚以外地方啊。那么如果说你是赚钱的、做生意的，那你这个客户也要在爱沙尼亚以外地方啊。我觉得他这个要求还算比较低的，为什么呢？爱沙尼亚作为一个申根区国家啊，你这样的话，如果说我在爱沙尼亚工作，但是我赚德国人钱呢，那是不是也可以啊？相当于等于说是一张不错的签证了啊。那么然后我还随时可以去德国，对吧？因为申根区的国家的话，你可以随时来往嘛。那么在申请前6个月内，您的收入达到最低门槛啊3500多欧啊总税额。这个的话，我看原文的话，就是一个毛收入的意思啊，毛收入就是原本的就是应该税前收入吧啊，税前收入3500多欧的话，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是24000多人民币吧啊，所以说呢，这个要求还是有点门槛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下面的话是一些关于数字游牧生活它一些文章啊，双重征税条约啊之类的，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可能要纳税。那么我们点击申请看一下。好了，现在我已经打开了啊，这是一个爱沙尼亚的这个外交部的网站啊。然后呢，它这个呢，它是一个申根签证啊。申根签证的话，它这边默认是短期的啊，短期的这个 C 类签证就是短期的。那么我们要申请一个长期的啊，在这边点啊，长期的。好，我们要这个长期签证。然后呢，这边是要求啊，然后我可以把它翻译一下。好了，我现在翻译好了啊，长期签证啊。
它可以发给外国人在爱沙尼亚临时居留1次或几次啊，它是多次签证嘛。这边的话要求都是通用版要求啊。如果说你要申请的话，哎，你带上这个就刚才那些他说的明的要求啊，一些银行账单啊之类的啊。当然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看那个常见问题，基本的要求就这些要求啊，不是很多要求，这边写的不是很详细啊。那么我们返回一下啊，看这个常见问题。好，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好，我们现在翻译成功了。常见问题啊，然后呢，我们慢慢看啊。这个的话是种宣传方式啊。它这个签证呢是2020年的7月份推出的啊，那个时候疫情还是很厉害啊，它是第一个推出这种签证的国家啊。那么这里的翻译的话，挪威传奇社啊，这个是翻译不准确的啊。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数字游民签证的意思啊。它因为它是 DMV 啊 DNV 啊，那么所以说呢，它这个翻译不准确啊。对爱沙尼亚来说是个全新的倡议啊，仍然有些问题正在讨论。那么它这边有啊。电子居留啊，就是电子身份证啊，和数字游民签证之间什么区别？那说过了嘛，这个的话就是一张身份证啊，证明你张三海李四啊。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DNV 的话，它是确实是给爱沙尼亚有临时居留权利的啊。那么然后再往下看啊，电子居住我们不看了啊。那么它这里说明了啊，这个数字游民签证啊，哪些人可以工作啊？那么工作长达1年的临时居留，它适用于利用电信技术独立于工作地点工作人员啊，主要是 IT 人员啊，或者说你做网络生意的人啊，以及时下工作的人啊，程序员是最适合的啊。为在国外注册的雇主，为他们在国外注册的公司，或者作为自由职业者客户在国外啊，我觉得这种做程序员的话是最适合，做网站啊也行，做 APP 也行。那么以这个身份啊，留在爱沙尼亚并不会给予有权获得爱沙尼亚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啊，它默认是没有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在那边的话，我觉得一直申请这个长期居留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符合标准的啊。而且呢，你对这个国家还是有贡献的嘛，毕竟你有收入啊，对吧？而且如果说你在那边时间长了，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犯罪啊，也没有什么品德良好，那你就我觉得获得应该很容易。那么标准的爱沙尼亚签证规则和程序适用于啊，除了数字游牧资格证明。这句话的意思呢，我看了原文啊，他的意思是说呢，就是标准的程序呢你要走啊，但是呢你这个数字游牧证明的这个证明呢你还要提供啊，就是增加啊。我们再往下看首先呢这个应用程序啊，它就是说这个项目嘛这个数字游民项目啊，它是2020年的8月1日啊开始实施立法于当日生效啊，当天就生效了啊。其实说实话，已经快3年不到了啊。您可以在线预填申请表，这里啊，这我们就不管了啊。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填写申请表，然后谁有资格申请数字游牧签证？他说过了啊，这些要求是吧？这些人物的说明。那么月收入门槛啊，含税总额等于说是税前工资啊，3504欧元。然后呢，是不存在基于您的原籍国或工作部门的限制啊，就是说你是什么国家的人，他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俄罗斯人好像是有限制的，因为俄罗斯是制裁国嘛。那么由于这个新冠肺炎的旅行限制啊，在申请时没有能力前往爱沙尼亚的申请人将被拒绝数字游牧签证的申请啊，这个现在都开放了嘛。那么申请或签发签证数量有没有上限啊？没有上限。我觉得应该这个签证申请的人估计也不是很多，因为数字游民的话，今天这个地方，明天那个地方很多啊，是吧？他随时可以换地方。那么他说不能前往爱沙尼亚，因为旅行限制啊，这个的话就没办法帮他了啊。他们还知道啊，在一些国家，公民除极少数情况下外不能自由出行啊，所以说要查好自己国家旅行规则，他不管你的啊。那么我如何申请？签证申请在2020年8月1日在处理签证申请的爱沙尼亚代表处开放啊。如果说你合法进入了爱沙尼亚，您可以在警察和边防局办公申请。等于说呢，8月1号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说人在爱沙尼亚的话啊，那你就可以在爱沙尼亚当地申请。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途径有3种啊。第一种的话，通过处理签证啊申请的爱沙尼亚代表处，等于说是境外大使馆嘛。还有一种的话叫境内啊，境内的话这个警察和边防局办公室。第3种的话就是 VFS 办公室啊。VFS 什么意思呢？ VFS 是一个深圳跟签证他们外包的一个专门做外包签证的这个第三方公司啊。
好像是听说是印度的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名声好像不太好啊。然后呢，我再往下看啊，如果您符合资格要求，那下一步将是填写申请表啊，你可以在线预填。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这个数字游民签证和爱沙尼亚其他签证的话，主要区别是，它除了标准申请程序外啊，还需要提供信息和文件证明您是符合数字游民签证的资格啊。那么您可以申请这个 D 签证，也可以申请 C 签证啊，一个长期一个短期嘛。那么价格的话是不一样的。这里有说，如果说我的国家没有爱沙尼亚大使馆，如何申请啊？这个的话，我觉得一般人的话都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就要去有大使馆的地方啊，最近的位置。那么我可以在申请时提供哪些额外的证明文件，以证明我是数字游民的啊？那么就是这个收入证明、合同啊，包括你那个职责啊、工作职责、电信文件啊，还有呢这个其他的话就是一些关于缴税证明啊这些的啊。那么很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做网课的啊，做网络课程的，然后呢你呢没法提供这些说明合同是吧？那么电子邮件或其他文件也可以被视为合同啊，这是很重要一点，因为很多人做网络课程的话，他也是很赚钱的啊。如果说想获得几万收入的话，那很正常的。那么一个人收3000人民币的话，你6个学员的话就可以获得了是吧？还有很多人在网上做这种语言培训的啊，教人家学英语啊，学法语啊，很多。那处理时间的话多久呢？处理时间的话15到30天啊，平均30天啊。任何人不能自动获得 DNV 资格，他的申请和背景像其他申请人签证一样被仔细检查啊。那么如果申请成功的话，就是大使馆啊领取啊，或者说你境内的话就是这个边防局啊，就是移民局办公室嘛啊领取。好，再往下看，哪些可以获得更多信息支持呢？这个外交部网站上可以获得啊。持有人可以为爱沙尼亚公司雇主工作吗？这的话写的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你主要目的的话，你必须就是给自己的工作，比如说你做网课的一个课程老师啊，网上老师，那么你主要工作的话就做网课啊。如果说你有空了，然后兼职帮人家爱沙尼亚当地的公司去做一下服务也可以的，但是呢这边第14条写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是额外就业啊，不需要在爱沙尼亚登记短期就业和支付平均工资啊，那么他可能的话支付你这个额外这个报酬啊，不算工资的类啊。那么税务义务的话是按照183天来计算啊，连续12个月内超过183天，被视为爱沙尼亚税务居民啊。这个的话全球统一规则，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在这个整个签证期间啊，可不可以在爱沙尼亚活动啊？那可以的啊。那么你在这个期间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国家呢？比如说去德国啊，那也是可以的啊。你可以在其他国家停留90天啊。这样的话，如果说你拿这个签证的话，你可以在其他国家待一下啊。然后呢，而且还可以避开这个183天的税务居民的身份啊。比如说，你有英国签证的，你去英国待个90天啊，在这边德国待90天，然后再在别的地方待90天也行啊。那么不要在爱沙尼亚超过183天，你就不会纳税啊。那么这个医疗保险跟养老金啊，医疗保险的话你要自己买啊。那么我在视频下方的话会有说明啊，关于医疗保险的数字游民的医疗保险啊，包括旅游也可以买。那么养老金的话就是这个你在哪里交社保，你就哪里去领取啊。可以携带家属嘛？D 签证是可以的啊，就是长期签证的话是可以的啊。这个您的配偶和子女也应该获得该签证啊。那么 C 签证的话就不太适合啊。如果说你要获得的话啊，那么就取决于他们的签证条件啊，就是你是否工作啊，包括这个同性伴侣也是可以获得的。收入要求啊，这样子的，它收入要求的话是要求是什么？每天来算的啊，每天的话是116.8欧啊，那么最长时间的12个月，那么它呢计算的话，总共的话是4万多欧是吧？乘以365天，那么他希望第一个人至少在第一个月拥有3504欧的经济能力啊，那么所以说呢，你钱越多越好啊，那么怕你这个没钱啊，对吧？所以说呢，审查的时候呢，你要提供相应证据啊，比如说那个，过去的余额和收入啊，银行余额收入啊很重要啊，包括你的工资、股息、董事费啊、租金收入各种收入啊，你算起来啊，你能不能我觉得这个总额如果说你虽然说即使没有这个3000多欧的经济能力的收入的话，那你可以证明自己
只要总共的话，你有这个4万多欧啊，在银行里面卡里面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行啊，也可以获得这签证。毕竟你有支付能力嘛，对吧？如果说你有10万欧的话，那更加不得了，对吧？你哪怕不工作都能活下来嘛。那么关于签证延期啊，签证延期的话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可以重新再次申请第二个 DNV 啊，只能重新申请。还有的话就是很重要一点啊，连续的783天啊，730天啊，等于说2年内啊，最长不得超过548天。548天的话，等于是1年半了啊，等于2年内的话，你只能待1.5年。那么还有一个注意一点啊，以这个数字游民身份在爱沙尼亚居留，在获得爱沙尼亚任何形式的居留许可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啊。虽然说这样说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吧。但是爱沙尼亚获得居留许可的话，比如说工作啊、学生啊，你至少在那边待过的话，我觉得应该还会好一些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啊。那么今天对爱沙尼亚的数字游民签证的话，我就介绍在这里了啊。然后他这边还有说，来自170多个国家啊，7万多名电子居留人员啊，组成大社区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